小米 SU7 的热度一直不减，这几天上热搜的原因是有人拿小米 SU7 去拍了电影，不过是小电影，颜色程度5颗星。事情的起因是，有一位小米 SU7 的车主在车友群中认识了一家租车公司，因为当天临时找不到车用，就向他求助。在考虑到对方诚恳的态度后，就把车借出去了。2天后，车子还了回来，车主发现车内被搞得一团糟，还有很多污渍，但是也没有多想，就直接送去洗车了。然后万万没想到，几天后，他一个很绅士的朋友在网上发现了一个小电影，并在视频中认出了他的车。视频中不仅清晰地记录了电影拍摄的全部过程，并且车牌也多次完整出镜。他朋友很好奇是怎么联系到这么大的电影公司的，让车主哭笑不得。短短2天的时间，小米 SU7 前后排就糊上了一层汗泥，即便是清洗之后，对比起来还是非常的明显。果然，还是麻豆这帮人厉害，什么有热度就蹭什么。这也牵扯出很多热心网友的疑问，不是说麻豆这帮人被抓了吗？新闻说的是国内团队已经被端掉，都跑到台湾去，现在又出现在了山东，难道是东山再起？同时车主也表示自己接受不了这个艳照门事件，决定把车卖了。顺便提一嘴，首次用小米 SU7 拍的这个小电影质量不佳，不建议观看。从女主角的各位网友们哈，今天进行第6次内里内饰清理，座椅镀膜，美国进口的哈。虽然已经很干净了，也没有味了，但是咱记录一下这个过程，然后给下任车主一个交代哈。我的心理障碍已经克服不了了，但是咱记录一下，广大网友关注一下我哈，我会持续更新后续的事情的。一个字，绝！车辆即将失去动力，请尽快安全停车。方程豹8倍报失速，要知道在行驶中失速是非常危险的。所幸这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但是要知道，这台方程豹8上市还不到半个月，销量应该才1000多台。如果这个数字是真的话，那么失速的概率也太大了。并且在发布会上，比亚迪还明确表示已经解决了失速问题，不会再失速了。这打脸也来得太快了。随后就有比亚迪的人员联系车主删除视频。出于对比亚迪的信任，车主删除之后，非常骚的操作来了，说好的尽快解决问题，可是比亚迪直接把失速车辆偷走了。现在在他们的这个售后服务中心先来找一下，看看我们的车在不在，是不是他们昨天连夜拿走了。昨天在谈的时候，我说我的车是买到的时候就有问题，他们让我跟他们说是什么问题，我说那得带我到车边，因为车不在我们手上现在你到我看到车的时候，我在车上给你们指出来。当时他们就说车还在检测，并且同意今天带我们来看车。在经过反复确认后，昨天晚上7点多我们离开了他们销售部。晚上8点20，手机 APP 提醒车门被打开，前箱盖被打开。直到今天早上，车辆更新的信息就停留在了昨天晚上的9点15分 ，APP 就没有再给我们更新我们车的任何信息了。然后我还想着车就是在检查，一直在等他们喊我们今天去看一下我们的车。直到早上9点多，他们来人告诉我们车不在了，问他们说在哪儿，一会儿说返厂了，一会儿说不知道。我就很费解，这么大个车，我们也只授权你们先去检测，并没有授权你们修理，为什么要返厂？并且是昨天晚上7点多反复确认，说好了今天能看的，要带我们去看我们的车的，今天他就不见了。我车呢？我车去哪儿了？我就很神奇。车主最新进展还是没看到失速的车辆，不知道比亚迪是返厂了，还是偷走藏起来了。车主在平台给方程豹负责人发信息求助，从语气上看真的很诚恳了。他表示事件发生后，我一直在等方程豹官方的人跟我联系或者处理，但是没有人来。我一直在维护你们的形象，在经销商让我删视频的时候我就删了，还不断跟别人夸方程豹，但是昨天的做法真的让人失望。根据大部分网友猜测，这次事件估计没有任何后续。
估计是签保密协议，然后网上的视频全部删除。那么方程豹的失速问题就解决了，真的非常的聪明。现在车主还在找自己的车，从发布的求助视频看，已经被限流。只能说买比亚迪的新车还是要慎重，为了销量，前期那些负面的消息会被捂得严严实实。这些从方程豹8发布前就看得出来，在发布之前，比亚迪已经连续起诉多达5名车评人，封禁多个自媒体账号，手段不可谓不高明啊。那本比亚迪出版的奇书里面记载了一段笑话，上面写到王传福坚信刀片电池将改变行业对3元锂电池的依赖，将动力电池技术路线拉回正轨，重新定义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标准，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中彻底抹掉。截止2024年11月，比亚迪装载的刀片电池的纯电动汽车约100万台，因为自身原因出现着火的时间为0，期间有一些着火事故是由底盘严重剐蹭或者外部火源所致。这就非常搞笑了。如果写成车载灭火器起火的话，应该可以让内容更生动。还有一个记载的笑话，写的是王传福发明了人家家具等于机器人的模式，以解决买不起自动化生产线的问题。人家家具就成了机器人了。看来比亚迪真的一开始就没有把工人当人看，只是一个机器人而已。这种低成本的创新也是没谁了。这本奇书出来之后被很多人骂，主要是围绕他要宣扬的还是那一套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的想法。有网友就表示，前2天有人让我看比亚迪的那本书，叫《工程师之魂》，是讲他们这30年是怎么奋斗的。其中呢有提到他们当年有人为了解决技术问题，5天不眠不休；有人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仍然在一线加班，凌晨4点多离开，9点就又回去上班了。他提到这2个人呢，我查了一下，现在都是副总裁，讲这些例子目的就是为了阐明一个道理，就是奋斗就有回报，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你只有在特殊的阶段，且赌对了公司，且自己没有挂掉的情况下，才能得到这么大的回报。这些人其实是少数的幸运儿，更多人是什么呢？是既付出了时间精力，又没有得到回报，甚至还毁了自己的身体。豹哥曾经也很奋斗，也曾经一宿一宿加班，熬夜解决问题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但是说撒谎就撒谎了。现在这个阶段，无数人都是像我这样的。当然了，在能看得到回报的情况下，我是绝对愿意奋斗的，毕竟还有房贷，还有老婆，还有孩子，不求回报的奋斗不多。我可以出于责任心或者使命感啥的，我去不要回报，但是你不能不给，否则1次不给，2次不给，人就不傻了，就不信了。现在不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吗？不给回报，得不到回报也就算了，甚至有的公司还把奋斗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你就要奋斗，你不奋斗不行。有公司还在要求员工签署奋斗者协议，那这种强迫的奋斗还叫奋斗吗？有的工厂，既然你不奋斗，那我就逼着你奋斗。有个例子我举过好几次了，某汽车工厂的一个工人，涂胶工1个月干了441个工时，没人能比他更能奋斗了吧？结果被公司克扣加班费用，后来打官司他赢回来一部分。所以并不是大家不奋斗，而是大家上当多了，变精了，都明白了，所谓奋斗只是一部分人用来忽悠你拼命工作，为他的生产资料添砖加瓦的一个手段罢了。新能源天塌了，兄弟们！我刚听到一个消息啊，以后电车和电车的待遇很可能就不一样了，你充的电有可能会比别人贵。前几天国家颁布了一个新能源法，明确的指出支持绿能，什么氢能啊、甲醇啊，包括风能、电能啊，这些转化的电叫绿电，只有绿电才能享受补贴。这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现在啊开电车用的电70%都是烧煤发电，增程车它用的是汽油发电，说白了都是黑电。如果说买电车是为了环保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可笑吗？所以以后黑电啊就拿不到补贴了，只有绿电、可再生能源，国家才会给你补贴，才有优惠。那没有补贴以后，电车的车价肯定会蹭蹭蹭的上涨，那电价也会快速的上涨。2024年53%的新能源市场占有率很可能是未来5年里市场的最高点，因为从今往后油车会一步一步的回暖。而且前几天还发了一个文，要求同步推进内燃机的研发，这就等于告诉大家开始2条腿走路了。那说到油车回暖，谁有优势呢？肯定是合资车呀，还有部分国产车，你比如说长城、吉利、长安、奇瑞，
这些有独立内燃机研发能力的车企，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时间段买车的话，我给你2个特别简单的原则。第一个就是买新能源的话，不要买太贵的车，而且一定要去看那些一线大厂出品的车，因为一旦市场退潮，你手里的电车呀还有地儿售后，还有保障。而买燃油车的话呢，合资什么的，凯美瑞啊、卡罗拉呀、雅阁呀、迈腾啊，国产的长城啊、吉利、奇瑞啊，都 OK 的。贵点的油车的话呢，你就闭眼买 BBA， 因为他们确实不太容易踩坑。这明显就是国家再一步不割韭菜，谁能想到电有一天不仅仅分高压、低压、交流3项，还分黑白电，真的是思维跳跃呀！国人在坑自己人方面依然遥遥领先。就拿电动车来说，让老的电动车淘汰换成新的电动自行车的方法，使出台一个新国标，把老的定义成超标电动车后呢，就不能上路了，从而达到了换新车的目的。那汽车怎么办呢？没有年检呀，老车只要汽车在一个年审周期3次复检不合格，可能就要强制报废了，那就可以拿着报废的补贴再重新买个新车了。经历过这事的车主肯定不会再买个上了年纪的二手车了，必然是新车呀，至少是个6年免检。要是再买个二手车尾气再不过，那维修的价格可不便宜啊。那有人可能会说，那为什么不买个电动自行车代步呢？还省钱。你能想到的是别人会想不到吗？早把路给你堵死了。超标电动车按摩托车管理进行了，新国标电动车时速只有25公里，如果跑远点，你还要给它充个电，关键还不能带东西，所以如果过不了，那只能考虑换车了。本来大家以为呢，检测新规就会放宽，谁知道呢，现在的检测反而越来越难了。以前顶多几脚大油门，大多数都能过，现在直接上了 OBD 检测了，大多数啊都过不了一个尾气，不过就能让一个汽车直接报废了。由此可见啊，看得出来全世界就只有我们对于爱护环境那是下了血本了。现在的检测新规是 IM 闭环式的检测，尾气检测是2维修式 M， 也就是说检查如果不过关，你就要去 M 站去维修， M 站没修完了上传维修记录，你再去检查，如果还不过再去修，修完了再检查，再不过就有了。这修一次可花一次的钱，这检一次也花一次的钱呀，来来回回最后车没了，维修费和检测费也搭进去了，就算有报废补贴也几乎都贴在这里了呀。如果要换，那是1到2万啊！看着自己的二手车虽然能开，但也就值个1到2万，这是谁也下定决心要换，就能来折腾去啊！劳民伤财。关键是啊 ，M 站维修他还不保证给你修好，你修完了还不一定过，这样的事情是比比皆是啊。大城市还好，可是小城市的 M 站要跑好远才能去修。不仅费钱还折腾人呢，而且啊，只要是指定维修，就可能会涉嫌垄断呀。只要垄断了，就代表你没得选嘛，要么修，要么就不过。你如果到外面修，虽然便宜，但是如果没有 M 站的维修记录，你还就不能去。这些老车简直是被拿捏的死死的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 M 站都这样，有的 M 站就很好，价格亲民。所有的车主知道后啊，跑个几百公里都跑到那个地方去年审，当地的文旅都没有想到呀，有个好的 M 站居然还能拉动地方经济，所以你每次年审就要看当地的 M 站和检测站良不良心了。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过不了，还是有人过，只不过通过率呢比以前下降了。比如以前10代的车能通过10个，那现在也就能通过5个了。那些能过的车并不代表你的车子合格呀，毕竟如果都通过不了，那就是政策问题。所以今年你能过，就不能代表明年你也能过呀。明年过了还有后年呢，反正啊，留给这些老车的时间可是真不多了。你看看电动自行车就知道了。新国标并没多久，它又来了个新国标，彻底的就把那些老的超标车淘汰了。再过2年啊，马路上想看到那些能跑的老车，可就越来越难喽。完了，这台车正式宣布报废了啊！让我去 M 站，我自愿放弃啊！为什么放弃呢？听我跟你说，看我现在在哪里啊？年检新规刚上，我决定把这台车报废了。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取消了大油门的暴力年检和取消了60万公里的强制报废是好事啊？之前我也觉得是好事啊，万没想到检测更严了。之前总以为20年以上的老车过不去，现在看到了吧？刚满10年的车它也没过去啊。之前上线检测查尾气啊，挨2脚油门干到底，说不定过了。现在直接是给你接 OBD 检测，直接上高科技，车辆所有的信息都在上传电脑，整个进气系统、燃烧系统、排系统，只要有一个传感器报故障，你就过不了。开个8、9、10年的车，哪个车没有这小毛病？这倒好，直接过不去了。之前尾气不达标啊，清理积碳，清理三元催化，4个小时之后上线，再去挨2脚，说不定过了。现在可算是麻烦了。尾气不过，还必须要到指定的 M 站去维修，去一趟少则300-500，多则几千，不然没有数据，不给你上传合格证，你就没有资格再回来复检。
真是费事费力又费钱。这个车现在也就值个废铁钱，照这样下去，每年来一趟，我决定不折腾了，直接报废。声明啊，不是被逼的，我是自愿的。真的是花钱买的是符合排放标准的车，加的油也是符合标准且8块的汽油，但是现在你却跟我说我的车排放不合格，要强制报废，你受得了吗？10年的油车正值壮年，结果现在倒好，直接整退休了，这就跟你才刚满35岁，公司说你能力不行了，把你辞退了一样，真的为了促进经济循环。把车都搞得有中年危机了，牛逼！要知道人家欧洲的排放标准是多么严格，人家30年的老车照样能正常上路，为什么到国内就不行了呢？没法呀，只因为你我都是普通人，哪会让我们占便宜呢？都他妈是待割的韭菜，随时想割就割。电池车主你们也别偷着乐，明年3月1号开始就开始搞你们了。电池衰减严重的，电路老化有安全隐患的，随便找个理由就把你的车强制报废了，你们掏的钱更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朋友们，既然现在国内要促进消费，把汽车当作快消品来看，普通买车，不管你是买的油车还是电车，真的建议你们往便宜了看，亏也亏不到哪里去，就当支持祖国发展了。要不然过几年你就知道，车上亏的钱那是狠狠的扎心。软塌黑色液体勺，毛刺环保小竹块，粗糙透光小纸巾，无限循环再生小塑料，预制肉末茄子，这个亚硝酸盐小酸菜，硼砂注水小猪肉，富含人体所不需的成分，农残小青菜，品味科技食品，勾兑美好人生。来吃一口，我一口小茄子。